中国的所谓的天才美女作家蒋方舟塌房了啊！这个人民大学撤销了他的硕士学位，表明了啊，他的这个一切的前途都完球蛋了。可是呢，这个蒋方舟在中国当代文坛与青年知识分子的圈层中呢，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般的荒诞讽刺，极具警示意义啊！一个7岁动笔9岁出书，少年爆红，被主流媒体轮番吹捧，被教育体系破格优待，被名校吸纳，被文坛捧为天才少女的标杆人物，一个享受着举国流量红利，占据着优质教育资源，坐拥公共话语权的高级知识分子儿，最终呢露出了真面目，却是三观扭曲、敬畏尽失、诋毁英雄、媚外尸骨、学术敷衍、立场暧昧的争议者。蒋方舟的堕落从来不是个人的一时失言，而是10几年的天才包装、官方滤镜、圈层纵容喂养出来的系统性的认知扭曲。更可悲、更讽刺、更值得全民反思的是中国的整个社会亲手把一个认知错位、价值观残缺的人捧上了神坛，奉为青年的榜样，送进了名校的高台，赋予发声的权利，最后换来一场赤裸裸的时代笑话与社会悲哀呀！更加令人细思极恐的是，中国的网友指出来了，说他有可能是欧美日势力在华的代言人之一呀，也是中国文学界专门主推的女性之一。现在出了问题，圈子里的人都想保她，愣是没人愿意让她栽跟头。可见中国的文学圈都被渗透成筛子了。整件事的争议源头最早都可以追溯到2015年，这一年蒋方舟受邀参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访日项目。这个机构并非普通的民间文艺组织，而是隶属于日本外务省，所有的运营资金都来自于日本官方的财政拨款，是实打实的日方官方对外的文化输出平台。2016年，蒋方舟正式赴东京旅居，全程的往返机票、食宿费用均由日方承担。除此之外，他每个月还能拿到约2万元人民币的专项补贴，整套的待遇都是日方的官方文化输出项目的标准的配置。结束旅居回国以后，蒋方舟在2017年出版了记录此次日本旅居经历的书籍《东京1年》。刚才呢，有一位天才的少年哲学家在我的那个视频底下留言，因为我有一期是说蒋方舟那个描述在日本看那个脱衣舞的情景这位天才哲学家说，什么东京1年啊，就改成东逼就改成东京看逼的。好，言归正传，严肃点。这本书上市以后销量可观，最终卖出了15万册，而这份销量的数据还被日本外务省正式写入了年度业务实际报告，当作其对华文化输出的工作成果。这件事呢，起初呢只是小范围的讨论，直到2021年6月7号，有网友扒出了日本外务省官网公开的审计文件，清晰的公示了蒋方舟的受资助的记录，此事瞬间引爆了全网的争议。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蒋方舟很快公开回应，声称这只是正常的中外文化交流，不存在任何问题。后续外交部也在2021年6月9号做出表态，称国际间的人员交流属于普遍的常态，没对其个人的行为做出负面的定性。本以为这件事儿可能就此平息了，可大众对蒋方舟的争议从未停止大家始终无法认可这种接受外国官方资助，配合对方文化输出的行为。时隔近5年，2026年7月3号，清华大学的教授肖英在社交平台实名举报蒋方舟的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存在着系统性的造假问题，还逐条列出了20多处具体的问题证据，涵盖了注释编造、内容篡改、引用不实多个问题，直接将蒋方舟再次推上热搜，引发了全网对其学术诚信的热议。热搜发酵后的2026年7月4号，蒋方舟本人发文做出简短的回应，并没有直面造假的质疑，只是简单的辩解澄清。随后中国人民大学迅速介入，成立了由8位校内外专家专业
这个以及法律领域的专家组成的专项调查组，全程公开的、透明的开展核查工作。在所有的人都以为会严查到底，给公众一个公正结果的时候，2026年的7月5号晚间，人大官方发布的通报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通报明确，蒋方舟的硕士论文存在多处注释不规范、文字表述不当的问题，但最终认为其不构成学术不端行为，不需要承担个人责任。最终的处理结果只是约谈了蒋方舟的导师，暂停其1年研究生招生资格，同时约谈文学院的相关负责人，责令院系开展整改，全程没有对蒋方舟做出任何的处罚。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全网的网友都觉得难以接受。肖英教授实名举证的多处实锤问题，最后全被轻描淡写的归为认知不足、不够规范，完全避开了核心的学术造假的争议。更有意思的是，在这场舆论的风波中，整个文学圈的态度格外统一，几乎没有业内人士发声质疑蒋方舟，反而有不少圈内人暗中发声维护，极力淡化事件的影响，想方设法的保住他的口碑和行业地位。还有一个圈外的大 V 胡锡进，其实大家愤怒的从来不是一次简单的论文争议，而是文坛离谱的护短风气和严重的渗透乱象。蒋方舟常年深陷日方的官方资助配合外部文化输出的争议，本身就自带巨大的舆论争议。按照正常的行业标准，这类有明显争议的从业者早就该被行业审慎对待，限制资源扶持了。可恰恰相反，他始终是文学圈重点主推的女性作家，资源不断，曝光不断，哪怕是屡次陷入争议，都能靠着圈内人脉和资源安然脱身。从2021年的日方资助争议到2026年的论文造假风波，2次重大的争议，蒋方舟最终呢都安然度过。大家呢都看得明明白白，不是他没有问题，而是有人刻意保他、护他，整个文学圈形成了闭环式的庇护体系呀。如今中国的文学圈乱象早已不是个别现象了，面对有关的外部关联存在争议的从业者，行业不自查不约束，反而集体包庇刻意包容，宁愿违背大众的认知，无视舆论的质疑，也要保住特定的人选，足以看出圈内的文学，就是国内的这个文学圈被外部文化势力渗透的有多彻底呀。包括现在所谓的作协的主席，他的女儿的那个论文问题，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处理啊。假钱钱是怎么回事啊？这种中国的圈层护短、底线崩塌的状况，不仅破坏了文坛公平公正的氛围，更让大众对国内的文艺行业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啊！确实是值得整个社会的警惕和反思啊，诸位。不过幸好的是中国有这一群可以创造神迹的网友，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巨大的压力，所以中国人大不敢犯众怒，终于撤销了他的硕士学位。那么终极的反思是什么呢？其实这是时代最大的笑话，也是最痛的警示。以复盘蒋方舟的全部人生轨迹，可以清晰地得出结论，他所有的争议、所有的失德、所有的错位、所有的扭曲，不是偶然犯错，是长期包容纵容下的必然结果。他诋毁英雄是因为从没有真正的敬畏崇高，他媚外依附是因为民族认知有先天的残缺，他学术敷衍是因为特权傲慢彻底膨胀，他三观错乱是因为整个社会把他捧得太高，灌得太废了。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里了，中国倾尽了举国的资源、媒体流量、官方背书，精心包装出来的青年榜样，最终是一个不懂感恩、不懂敬畏、不守底线、不稳立场、认知扭曲的精致的利己者。这不是蒋方舟一个人的悲剧，这是文化圈的耻辱、舆论场的失职、教育界的漏洞、全社会的笑话。真正可怕的从来都不是一个蒋方舟，而是这套造神机制还在，这套双标的标准还在，这种重才轻德的风气还在。如果中国依然是只捧天赋不查人品，只问流量
只追流量不问底线，只造神话不审三观，未来还有无数个蒋方舟踩着公众的信任，顶着官方的光环，带着扭曲的认知继续占据高台，误导社会，亵渎崇高，模糊立场。蒋方舟的神话彻底破灭了，褪去天才的滤镜，撕掉官方的包装，卸下名校的光环，剩下的就是一个认知扭曲、三观错位、敬畏缺失、立场软弱、德不配位、名不副实的普通的文人。才华可以天赋异禀，人格不能残缺扭曲，文字可以自由创作，底线绝不能突破，个人可以追求名利，家国立场绝不能摇摆。知识分子最大的底气从来不是名气，不是流量，不是光环，而是敬畏英雄，铭记历史，守住底线，站稳家国。蒋方舟用十几年的人生证明，没有正确认知支撑的天赋是伤人的利器，没有家国底线价值的名气是时代的笑话。愿这场闹剧彻底的警醒中国社会，从此不再迷信天才的神话，不再纵容德不配位，不再包容立场摇摆，以德为先，以正为本，以敬畏为底线，真正树立经得起审视、配得上尊崇、对得起时代的青年标杆。点个订阅，下期再聊。